火星是大过滤器的遗迹吗？就在 NASA 发现火星生命潜力的证据后，这个大胆的猜测再次被提起。这个被我们认为是最具潜力的移民星球，会不会是曾经被宇宙遗弃的废墟呢？火星被我们谈论最多、研究最多的红色邻居，如今是一片广袤的红褐色荒漠，孤独死寂。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以为对它已经足够了解，但随着科学发现越来越多，我们才惊觉宇宙充满了奇迹。而之前，我们可能看错了火星，它看似死寂的外表下，埋藏着一个足以颠覆你我认知的秘密。它可能并非一直如此孤独，甚至曾出现过生命的火花。这不仅仅是猜测，就在近年，人类探测器在这颗星球上同时挖出了3大诡异的线索，每一条都让行星科学家们感到震惊。第一，火星猝死之谜。来自 NASA 好奇号、毅力号以及多个轨道器的大量地质证据，共同描绘了一幅远古画卷。火星曾是一个拥有海洋、河流甚至浓密大气的蔚蓝星球，但突然之间，在某个时间点上，它死了，大气被剥离，海洋消失了。是谁或者是什么按下了它的死亡开关？第二，幽灵之水的现身。就在我们以为它已经彻底干涸时，一个惊人的发现被发表在了科学进展期刊上。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领导的科研团队通过分析祝融号火星车的数据发现，在火星的低纬度地区，也就是我们认为相对温暖的地方，居然存在由降霜或降雪融化后形成的液态水活动痕迹。这就像在一具尘封千年的木乃伊身上找到了一滴新鲜的泪痕。死亡并非是终结。第三，最强生命信号的降临。而真正引爆科学界的是 NASA 的毅力号，它在火星的杰泽罗陨石坑，一个35亿年前的古老湖泊遗迹里，发现了一处名为光明天使的岩层。这里的岩石样本记录了一种被称为潜在生命信号的化学印记。NASA 的科学任务负责人托马斯·祖布钦博士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我们还没有找到生命的决定性证据，但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信号。一个猝死的星球却流淌着幽灵之水，还回响着来自远古的生命信号。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终极问题：火星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失败的地球副本，一场宇宙事故的幸存者，还是一个被某种未知力量格式化之后，却依旧残存着生命遗迹的文明硬盘？面对这些诡异的线索，行星科学界长期存在3大经典身世假说，但每一个都在新证据面前显得摇摇欲坠。假说一：天生残疾说。这个理论认为，火星因质量小、内核冷却快，导致磁场消失，大气层保不住。这是目前的主流模型，并得到了 NASA 的梅稳探测器数据的强力支持。但祝融号的发现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只是缓慢死亡，为什么在几十万年前火星的低纬度地区依然有能力形成湿润环境？假说二：兄弟阋墙说。这个假说认为，太阳系早期著名的后期重轰炸期可能有一颗巨大的小行星给了火星致命一击，但这个理论也解释不通毅力号的发现。毅力号在形成于38亿年前的古老湖泊沉积岩里发现了生命的潜在信号，一场简单的行星际车祸似乎不足以解释这一切。假说三：星际弃儿说及胚种论假说。经诺奖得主阿伦尼乌斯在1908年系统性的发展和普及，他认为生命可以像孢子一样在宇宙中传播。但毅力号的发现让这个假说在火星上遇到了挑战。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 GPL 的科学家肯法利指出，火星上发现的有机分子与矿物质的共生关系更符合原地生成和保存的特征。这强烈暗示，如果火星生命真的存在，它和我们地球生命一样，是太阳系里土生土长的老乡。当所有常规解释都走到尽头时，祝融号与毅力号的发现却共同指向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宇宙级猜想：火星是否正是大过滤器假说的第一个实物证据？它的生命演化被某种无形的宇宙法则强行中断了。我们先看中国的祝融号，它究竟看到了什么？
在其登陆区乌托邦平原，祝融号搭载的多光谱相机对沙丘表面进行了高分辨率成像。这些沙丘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硬壳，并伴有裂纹和带状痕迹。这些特征与地球上盐渍土在冻融循环中形成的景象高度一致。中科院的科研团队分析认为，在火星地轴倾角较大的时期，大约40万到140万年前，极地的水冰会升华成水汽，飘散到祝融号所在的低纬度地区，并在清晨凝结成霜。这些霜与火星土壤中富含的高氯酸盐等盐类物质混合后，会变成一种卤水。盐极大地降低了水的冰点，使得这些霜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也能短暂融化成液态水。祝融号看到的就是这些盐水干涸后留下的水渍，它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火星直到近代依然有液态水活动。再看 NASA 的伊利号，它又挖出了什么？在35亿年前的古老湖泊三角洲，毅力号启动了它的关键仪器 Sherlock 和 Pixel。Sherlock 用紫外激光激发出了比以往任何一次探测都要丰富的有机分子荧光信号。JPL 的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有机分子的种类比以往任何一次火星探测都要丰富，并且它们与硫酸盐矿物紧密共存。这为什么重要？因为在地球上，硫酸盐矿物就像天然的保鲜盒，能极好地保存生命信号。更关键的是 ，PCL 仪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岩石中还富含磷酸盐。磷酸盐是什么？它是构成我们 DNA、RNA 以及细胞能量货币 ATP 的核心。现在我们把两条线索拼在一起。祝融号告诉我们，火星直到今天依然有液态水活动的能力，而毅力号则在35亿年前最适宜生命诞生的地方，找到了生命吃喝拉撒后可能留下的有机物。硫酸盐和磷酸盐构成的完美化学菜单，一个证明了现在的能力，一个暗示了过去的存在。这两条来自不同国家探测器的证据链，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推论：火星生命可能真的存在过，但它的演化进程被某种无形的宇宙法则强行中断了。这像不像宇宙大过滤器假说在太阳系里留下的第一个实物证据？当然，科幻的猜想和假说终究需要科学的证据。那个最被主流科学界接受也最残酷的真相，正在被一点点拼凑起来。这个真相是一个比科幻更宏大也更残酷的真相。第一幕内忧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火星的全球磁场便开始减弱崩塌。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数亿年，最终使火星暴露在太阳风的辐射之下。地球之所以生机勃勃，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磁场护盾，而火星逐渐破防了。当火星失去了磁场后，就像一个没穿宇航服的人，被太阳风的带电粒子流开始疯狂的持续的轰击火星大气层。亿万年如一日，火星的大气就这么被一点点吹进了太空。最后，火星的大气层越来越稀薄，气压降低，火星表面的液态水再也无法稳定存在。它们要么蒸发逃逸，要么渗入地下冻结。火星从一个温暖湿润的蓝色星球变成了一颗寒冷干燥的红色星球。看到这儿，似乎所有的谜团在这里都有了答案。火星为什么可能有过生命？因为在它历史的早期，拥有磁场、大气和液态水完全具备宜居条件。毅力号发现的化学印记正是那个黄金时代的遗物。为什么今天看不到复杂的生命？因为宜居的窗口期太短了，在环境迅速恶化之后，生命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从简单的微生物演化成像动植物一样的复杂形态。为什么今天还有水的痕迹？正如祝融号所揭示的，那是火星气候在特定周期里留下的短暂回光返照，是这颗星球对往昔湿润岁月最后的微弱的回响。看似完美的回答了所有问题，是吧？然而，这个最接近真相的理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它依然留下了3大终极的未解之谜，而解开这些谜题的唯一钥匙正悬于一线。第一，生命的实证在哪里？毅力号发现的始终是潜在生命信号，我们找到了有机物，找到了适宜生命的环境，但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块真正的无可辩驳的微生物化石或者复杂的生物分子。要最终确认，只有一个办法，把火星样本带回地球。
用我们最顶尖的实验室设备进行分析。第二，推伊亚的幽灵火星版，还记得我们月球那期影片提到的形成月球的大撞击推伊亚吗？科学家们同样无法完全排除火星上那些与生命相关的矿物是由某种非生物的我们未知的地质过程形成的。在找到确凿证据前，我们必须保持谦逊和严谨。第三，火星到底是未来的殖民家园，还是地球未来的翻版？祝融号的发现虽然令人兴奋，但也揭示了残酷的现实。火星现存的液态水是短暂的，高盐度的卤水加上强烈的辐射，这样的环境对人类的长期生存依然是巨大的挑战。尽管火星地下可能封存着大量的水冰资源，这为未来的原位资源利用带来了希望，但把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根据科学家的模型推演，在未来的太阳系进程中，地球是否注定了会变成今天的火星，而那时火星是否会迎来第二春？你看，这个跨越数十亿年的宇宙悬案，至今仍在调查之中。想要更贴近所有问题的答案，最关键的一步，或许就是启动火星样本返回计划。然而，就在这个人类最接近答案的历史时刻，一个戏剧性的现实发生了。因预算问题，NASA 的火星样本返回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了。但就在全球的目光都暗淡下来，以为这场跨越星际的伟大探索将陷入停滞时，东方升起了一个新的希望。中国宣布其天问3号任务正按计划推进，预计在2030年前后执行人类首次火星采样返回。人类的脚步没有停下，从最初的好奇到如今惊人的发现，我们对火星的探索其实更像是一场对自身的审视。这场宇宙级的悲剧与这些未解之谜，对我们人类而言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火星就像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的宇宙实验，它用自己死亡的过去警示着我们地球可能的未来。它在提醒我们，我们脚下这个拥有磁场、大气和液态水的蓝色家园是何等的幸运和脆弱，值得我们用一切去珍惜。但我们真的听懂了吗？我们是否配得上这个答案？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决心去揭开这个关乎我们自身命运的宇宙谜题？所以，下一次当你在仰望星空，看到那颗孤独的红色星球时，希望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荒凉的世界，它是一个警示，也是一座灯塔，一个蕴藏着生命往昔秘密的时间胶囊，一个承载着人类未来希望的星际港湾。现在把问题交给你，如果大过滤器真的存在，你认为我们人类能够成功穿越它吗？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